岁可能都是要求比较高，然后或者是等于是有一种宁缺毋滥的那种调，可能造成了这种剩男剩女啊这种。还为啥子是家长来？家长因为这样子的娃娃呢，肯定忙于工作，然后呢又觉得没得很合适的，家长呢就是很关心。比如说娃娃到了那个应该是谈婚论嫁的年龄，比如说现在是25岁到28岁都可以，这个年龄结婚是最合适的。但是呢，由于年轻人的工作啊各方面，等于是没选到如意的，那么过了年龄了，然后到了30岁了，或者是30几岁了，家长就很操心，家长就很愿意出来，就是说用家长的时间来帮他做个第一筛选，就是属于这种帮你选哈，帮你看哈，看到觉得这个娃娃条件很不错，家庭很不错，那么就说有机会他就让你们见个面啊，或者是咋样子，或者是联系 QQ 号啊，或者是微信，这样子你们去联系，就是这样子。为啥家长这么着急？就是要么你们儿子30多岁，你要找好大的？我25岁嘛，我女儿。我说要找好大的儿嘛，这。25岁嘛，就30左右嘛。儿嘛女，儿女儿免费登记，本来说免费登记，免费登记啊，自己有上进心，工作单位也比较稳定，然后呢对家庭负责，也是个孝子，等于就是说对老的孝顺，对小的肯定是要爱的一种男士，才是我们当家长很放心把女儿交给男方手上，交给女婿。我觉得最适合的年龄就是25岁到28岁左右。为啥子？那个从生理角度哈，今后生娃娃也就不会有那么很大的困难，属于啥子高龄孕妇啊这些，就属于这种。男同志呢，总希望有一个家，然后他是觉得他在外间累了奔波了，反正他的事业嘛奔波了，然后他觉得这个家是他的港湾。然后女的呢，就是觉得这个家有个支柱，男的是他的支柱，然后女的就是为这个家庭，啥子？相夫教子。不管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，他们都是工作上压力都多大的。来城市打工的，那么就是他的经济基础就不是有那么好，然后所以要年龄大点儿来再结婚，就是属于这种。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稳定时期，然后也不会太老，可能就30岁。他们肯定会希望我尽早结婚，然后尽早生孩子，因为年龄大了生孩子就会有风险了。女性可能会比较寻求一种理解和尊重，但是男性可能会寻求一种崇拜，就是倾向于男性承担更多责任，然后女性只要怎么说，作为一个从属就好了。线上交友就是目的性很明确，就是因为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想要交什么样的朋友，你就可以直接去相应的一些应用上面去选择，比较少涉及到你的现实生活，就只是会单纯的聊一些，比如说你看过的电影啊，或者说电视剧啊，这样子，就聊天的内容非常的局限。虽然说真实感少了一些，但是就比较轻松。就是去年的夏天，身边好朋友说，就大学里面的身边好朋友说，然后
他们在用一个叫做 Summer 的软件，是按照学校来划分的嘛，就是进去以后要先认证你的学生身份，必须要公开的就是你的学校。比如说你对某一个人感兴趣，你就去答他的问卷，然后对方会看到你的问卷并且打分。虽然说概率很小啊，但是还是认识了很好的朋友，对，真的是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之后也对，之后线下有见面，然后也觉得他非常好，但是可能平常会有点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我在用这个。从出现互联网这个东西开始，然后父母就一直在保持一种非常抗拒的态度，对，然后他们会经常告诉我说注意安全，然后网上不要随便跟别人聊天，跟不认识的人聊天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一直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，所以说我就觉得可能告诉他们之后会让他们担心啊，然后尤其是他们知道我会跟会跟网上的朋友线下见面，如果他们知道了肯定会非常担心。其实我们是同学，我们是高中同学，因为我首先选了他家庭，我说老实话，那几个我们班上的同学追我的人多，脸上也有人追的人多，但是我都选择了家庭。我是啥子？我觉得要一个好点的家庭，等于是像原来那些家庭还是多困难的。说实话的，我们那个年代的家庭有打起光脚板上学的，穿起背心儿上学的。我们班上我们都帮助这个同学，我们都一直在帮助他。像唐妹妹家庭，妈妈是教师，2中的老师，爸爸是税务局的，因为当时是政府官员了嘛。相当于那个是，然后是几个姐姐我倒不晓得是做啥子，但是觉得这个家庭是很好的，一看就晓得很有书香门第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喜欢上唐伯伯了。当然唐伯伯也喜欢上我了，就这样子我们2个就走到一起了，就是都已经工作了。我们如果要耍朋友呢，我们还是耍得有点久。等于是悄悄耍嘛，这是我们保密的当事人。但是后头毕了业过后，不是他毕业我工作嘛，然后后头他就因为我们就鼓励他考大学，在那个时候就恢复高考了，我们就鼓励他考大学。最后他就考起了，但是他可是考了3年，考起了大学。第1年没考起，差2分；第2年又差滴点儿，他的专业他不上得很理想。第3年他就考起了这个大学，就财经西南财大。然后等他毕了业以后，然后我们才结的婚。所以你想那个时候我们是属于不得条件谈，再苦我都是想的是跟到他。我透露一个秘密嘛，反正你们不要去问他是就是。他在读书，我是供他读大学，1个月15块钱的学费，我就用我的增值2场做的奖金噻，超额奖15块钱，我就给他就交生活费。他们妈妈又给他也给他好像是5块钱哇，当时咋的？反正就是反正每个月定期给他这么多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其实就是为了他能够读出来。我喜欢这个人，我就对他付出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晓得有百合网，有真爱网，还有一个探探网，反正就是属于这种电视征婚嘛。我对他们的看法，有可能寻到真人的爱，但是成功率有点低。它是一个接触和了解。最后还得要你去给他2个生活，然后在线下接触，才能晓得这个人的缺点、优点、经济各方面。男人我不晓得。反正对于我来讲，肯定是希望找一个爱你的，然后找一个婚姻的话，应该是找一个爱的港湾嘛，有安全感的。
我认为应该在30岁左右吧，至少应该在28以后，因为我觉得太年轻了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他思想也不够成熟，心智也不成熟，对这种男人、女人、对社会、对婚姻理解得不够透彻，有很多人就是懵懵懂懂的，也不晓得，就是所谓的爱情迷惑了，然后就结婚了。但是真正婚姻不光是爱情，它还有太多太多的附加的东西在里面，不是光有爱就可以结婚的。我这个年龄了，肯定我父母不会给我一些压力了，可能是相对来讲更多是周围的朋友，还有一些关系好的一些亲人嘛，同学啊这些，更希望我有一个稳定的下半生，就是日子过得比较稳当点，找一个人。就说能够相互有个依靠，相互可以说下话。父母给我没有任何压力，肯定首先嘛就是要爱我嘛，喜欢我嘛，心痛我嘛。但最主要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懂我的，就是三观要比较一致的。如果三观不一致，相处起来就是很难。我觉得那个属于是无法逾越的那种观念上不一致的话，是无法逾越的一种隔阂。这种隔阂的话，永远到了最后都只有分开的。主要是找一个懂我的嘛，也不一定非要找。我觉得哈，就是说，就是有这种能够相处的伴也可以，不一定非要走向婚姻嘛。物质上，按理说应该不叫要求，就说基本上能够打平和，你听得懂不？就是能够 AA， 能够做到 AA 也就够了。和丈夫区别还是有点大。男朋友嘛，比如说就是耍到一起，吃到一起，就是平常一起吃吃喝喝啊，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。还有比如说我喜欢打球，然后说不定我会找个球友。我喜欢自驾，我可能找个自驾的那种。他没得一个就说固定的。如果是丈夫的话哈，老公的话，那么可能就更多的不是单纯的喜欢不喜欢，还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了，还有更多附加的东西在里面。找老公的话，更多的时候可能是还是个门当户对。年轻的时候也是的，现在也是，就是两个家庭结合一定要门当户对，要不然你生活习惯，还有观念上的不一致，就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而争吵。这种争吵多了，就会影响相互的感情。这个日积月累，它最后总会爆发。年轻人有他的想法，或者是有他的看法。即使说他有他的那个困难，我们都不能去参与他的，也不去个。就说有啥子事情，娃娃子女可以给家长商量，家长可以给他提建议，就是属于这种。比如说像我的二女儿，我就要建议她，要一个门当户对的，有高学历的嘛，应该这样子嘛，有积极向上的、阳光的男孩儿。这个我才放心，就是属于这种，基本上就是属于就了却了我们做家长的一个心愿，真的是就是这样子。希望女儿能够嫁到一个很好的，然后也很美满的一个家庭。如果从现在看来，它也是很美满的一个家庭。